我之前不是讲，我去看了至少7、8间，这是2房有人住哦，我实在是不好意思拍照，因为充满了私人物品哦。但是这个 YouTube 就他好像没差，他就拍给大家看哦。那我们就来看哦，这个 YouTube 叫 Manscan 玩物志哦，它标题是破例开箱 Alan 自己的家是豪宅还是豪宅哦？你会惊吓到一日搬家哦。你看他也没有，来你看这张图啊，你再告诉我你觉得他怎么样？他们家没有沙发呢，要看电视要这样坐着斜着看呢啊，因为沙发再放不下。然后还有这个哦，你看2房1厅1卫，人多，你的厕所就变成这样哦，马桶水箱上都必须放好放满。所以啊，我说2房收纳不够用哦，这个真的都有证据。哦，新成屋的2房还是中古屋的3房？哦，价钱都一样，你该选哪一个呢？先说结论，中古电梯大楼3房，这个就是版本答案哦，版本答案。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现在终于老了，有房也有钱哦。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老公寓的硬伤，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哦，新成屋电梯2房跟中古屋电梯3房该怎么选哦？这个也是观众问我的，然后我常常被问类似的题目，那就来聊一下哦。情境是这样子哦，他们现在住在一间公寓3房，然后成员是2大2小，现在想要换房子，自住换屋，问我说中古电梯3房加机械车位，跟新成屋电梯2房加平面车位价钱差不多，因为一个新一个旧嘛，那要怎么选？先说结论。我的话，我会选中古3房再加那个机械车位哦。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收纳问题。他们2大2小已经4个人了嘞，然后没有跟我讲那2小里面有没有女孩子哦。好，那个老婆不算哦，那个就是他的小孩子有没有女生？好，那他们现在本来就是住3房，如果他现在的东西要硬塞进2房，我跟你讲，一定炸裂，收纳一定炸裂。我知道有人会说哦，可以断舍离啊，收纳魔法啊什么，但是你是要断小孩的衣服还是玩具？你断给我看哦。断舍离这件事情哦，真的是单身的人比较容易办到。你生小孩之后，你怎么断舍离嘛？所以我会建议你啊，如果你近期有打算要生小孩，或是已经有小孩，不要考虑2房，真的就想办法直上3房，远一点哈，旧一点，这真的没有关系哈，3房。所以你要知道，从3房换去2房会有多紧绷哦。如果你想要知道3房换2房会怎样哦，你可以去看这个 YouTuber 罗卡的开箱影片哦，这真的哦，这个找很久，这个你去看一下。你不是他的观众也没差，这个只是要看说他的那个3房换2房会怎么换而已哦。好，他的就罗卡哦。ROCCA， 然后它标题叫做搬家总算搞定，便宜软装打造居家与电竞兼备的感受。他最近从3房换到2房哦，然后整间房子都是东西就空间都要利用到一个极致，能够上墙面哦，上墙的东西也上墙了他自己也说哦，你看这个截图哦，他已经有一大堆要送人或是把它丢掉，然后要搬到工作室去，还有很多是放在工作室还没有搬回来哦。先说，我不是要说他怎样哦，他是为了学区才搬家的，也是一个伟大的父母这样。那他因为在双北嘛，要买3房很硬，所以他就想说买2房撑一下。他自己也讲啊，就走这一趟之后才确定的，未来有能力要怎样，一定要上3房，或是最烂要是2+1，真的哦。你在换之前你都觉得还好，换之后你才会知道，这个收纳的问题真的是有点严重。那如果你还是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问看你有没有朋友买2房的，那你就跟他，你看有没有办法跟他住2个礼拜嘛，你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那最后你要知道，中古3房的涨幅一定是比较慢的。这个我想一想，我还是先打预防针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新成屋的2房跟中古的3房，未来可预期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你听我的选中古3房以后，过2年你会发现，那个新成屋2房比较会涨涨得比那个中古3房快很多对，这个很正常。好，因为那个新成屋很多间所以它的那个实价登录更新的速度很快新房子的市场比较喜欢它总价又是比你的3房低，它自然很快就跑上去了。但你不要 FOMO 那因为你只要是在房地产大热的时候你的房子表现都会不错基本上人家实价登录都是银行建价的参考你也在参考，就这样而已那如果你担心等你要卖的时候房地产变冷还是怎样，也不用怕，有其他方式可以处理我那个会员影片之后会来拍
好，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了新成屋2房跟中古的3房该怎么选。好，那我先跟你分享了一个案例，就是我一个观众啊，他就从公寓的3房去换房子，再考虑要换到新成屋电梯2房还是中古屋电梯3房。那我的建议是，因为他现在有2个小孩啊，之前又住3房，所以选中古3房哦，一定是他们居住起来比较舒服的啦，这样才不会遇到收纳爆出来的问题。那如果你今天就想说，哦，好吧，那我去选中古3房，未看先猜，5年后你打算要卖房子，你应该会看到当初你没买下来的那个新成屋2房，10等涨得比较快，这很正常那因为那个新成屋市场喜欢它总价又低，所以它实价真的会一直刷上去。那中古3房在房市大热的时候，你也不用怕，这些就是2房换屋主要换到的房子就跟你现在的选择是一样的那中古3房它换屋的终点啊，真的，那你就是开一个你自己想要卖的价钱就好。我还是认为你也不应该为了房价，然后让你的家人就痛苦的生活，坐个5年的牢这样啊。你就是去做中古3房把它买下来自己住的舒服比较重要。自住还是第一要务，就是你要先解掉自住，然后其他的再说，有赚钱都算赚到了，这个才是我一直讲说房地产是手段你不应该变成那个房地产投资投报率的奴隶这样。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这个欢迎加入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啊，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那会员的问题我也会认真回答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二个，自产高雄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赖 ID 是小老鼠勾勾勾勾勾5个勾小老鼠勾勾勾勾第三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刚刚讲高雄的吧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赖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赖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赖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这样。讲八卦这个我还想到有一个 YouTuber 他拍他的2房搬家影片你去看，一定要看也不管你喜不喜欢那个 YouTuber， 不管反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就他们很特征很鲜明到爆了。他这个主题虽然是搬家影片，但是他的家庭人口是4个人，他跟他老婆还有2个儿子，这2个儿子都上高中然后他为什么要搬家？要换屋？你看来了吧？我就说2房住一住以后一定要换屋。那么你讲说不会收纳魔法，来收纳魔法人家我不会，你去看一下人家收纳魔法发动以后还是长什么样子真的蛮可怜。他那个2个儿子家里小孩睡上下铺真的看了怪怪，都高中了还在上下铺，提前体验那个军旅生活那他的主题是说搬家花费了不是我们今天什么2房换屋收纳的问题。但是你就可以看到这2房来住一个正常的家庭就一对夫妻2个儿子住起来多么难过。对，我有去看我之前不是讲我去看了至少7、8间，这2房有人住我实在是不好意思拍照，因为充满了私人物品但是这个 YouTuber 就他好像没差他就拍给大家看那我们就来看这个 YouTuber 叫 Manscan 玩物质它标题是破例开箱 Alan 自己的家是豪宅还是豪宅你会惊吓到一日搬家你看他也没有来，你看这张图你再告诉我你觉得他怎么样？他们家没有沙发呢，要看电视要这样坐着斜着看呢因为沙发再放不下。然后还有这个你看2房1厅1卫，人多你的厕所就变成这样马桶水箱上都必须放好放满。所以我说2房收纳不够用这个真的都有证据。而且2房就是过渡啦，住一住之后就是要换屋啦，换屋他们要换到哪里？下一间2房屁啦，他们就是要换到3房就是3房就对了。有3房其实我也不太
理解为什么差一房差那么多，真的是差超级之多的。你年轻人哦，你要买2房来过渡住个几年 ，OK 好，但你心里一定要知道哦，3房平车才是自住换屋的普遍终点。我说我是普遍终点，你不要说什么4房双主卧双车位，这个才是追求好，那你去追求。我讲的是大家普遍就是换屋就会换到一个3房平车，然后就停了，哦，大概就是这样哦。现在我们中南部，像我在高雄嘛，中南部还能买3房，你就只上3房哦，你不要在那边因为投资2房怎样有没了那个后话啊。台北市因为太贵了，这个我知道哦，所以台北市即使是一家子人，还是必须住在2房，那你就去锻炼你的收纳魔法吧，我也没有办法哦。那至少你一个儿子或女儿，你就是一人给他们一间房间嘛，就是这样嘛。尤其如果又有女孩子的话，你不给她一间房间，女孩子你这怎么搞？这是隐私跟人权呢哦。那这个不是都说男生要穷养，女生要富养嘛，对不对？男生穷养，不然他不知道努力；女生要富养。哦，就好吃好喝，这样要让他看到好东西，用好东西，不然他长大以后被人家一片小蛋糕就骗走了。哦，所以只要你生的小孩里面女生 OK 好，一人一间房间。哦，那男生给我客厅打地铺，管他的，不然他不知道努力。